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一个小布丁45瓦的充电器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它。我们的视频风格应该老粉都知道了啊。评测视频的话，大家在我主页去看这个评测视频，咱们都做出来了，各项数据的话都测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的视频都是拆解和评测是分开做的。喜欢咱们频道的朋友们，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，请大家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拆解这个45瓦的小布丁。咱们实话实说啊，这个小布丁系列的充电器做工的话，我觉得是特别好的，细节做得很到位，也很精致。但是这个功率虚标的话，这是一个通病了啊，咱们也不说了，直接把它切开。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撬开，撬掉盖子就可以直接看到充电器的内部，全是这种白色的散热硅胶，这是上盖部分。我们用撬棒把这旁边的散热硅胶全部都挑开，然后用钳子把这个主板拔出来。这个主板也是一个卡扣的方式，把这个板子卡住的，这就是主板。主板侧面一张白色的缓震泡棉。充电器由2片主板构成，这里一片主板，这里有一片主板 ，L 型的一个结构，非常紧凑的一个结构啊。这个上面的胶，咱们初步的把它清理干净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，然后我们把它全部拆散。这个小布丁45瓦氮化镓充电器内部元器件全部拆开。从芯片来看，它采用的是蓝芯 SC3055 加 SC3512 的组合，也就是传统的 QR 反击开关电源加同步整流加协议控制输出的一个性价比的电源方案。我现在是从220伏输入端到直流输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内部电路的情况。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，内部簧片也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。输入端白色贴片式保险丝，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保护元件的公司东莞市贝特电子。这个保险丝是贝特244系列慢熔断贴片保险丝，规格是 3.15 安，耐压250伏。贴片式整流桥，适应型号 TMBFR310，来自成立于2007年以功率半导体器件为产业基础的重庆平伟电子。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3安，耐压1000伏，它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。输入端2颗滤波电解电容，一颗来自成立于1985年国产老牌铝电容器生产厂家湖南的爱华电子，规格是18微法，耐压400伏，属于爱华电子 HS 系列高温波电流电源类专用电容器。另外一颗来自1984年成立，以研发、制造、销售铝电解电容为核心的企业，香港的东家电子，规格是15微法，耐压400伏，属于东家电子 KZM 系列耐高温引线式电解电容。2颗电容的总容量33微法。这是一颗工字插模电感，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，内部工字磁芯，外部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。电流经过整流滤波进入充电器的主控芯片，适应型号 SC3055，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上海蓝芯半导体。这是一颗集成了650伏氮化镓器件的高频准谐振反击式 PWM 变换控制器。芯片可以实现高效率和高可靠性，具有低启动电流、低待机功耗等功能，集成了 VDD 电源的分段供电电路，特别适用于输出电压范围较宽的应用，提供全面的保护，以防止电路在异常条件下损坏。这一部分电路是用于抑制谐振电压尖峰，提高电路稳定性和可靠性，同时减少 EMI 干扰的 RCD 尖峰吸收电路。这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，外部有塑料框架进行保护。变压器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，这一边是变压器的初级端，次级的电流输出端在这里，用于抑制电磁干扰，提供安全隔离和滤除高频噪声的一颗贴片式陶瓷安硅外电容，
来自成立于2014年，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研发、生产及销售的四川特瑞祥科技，适应型号 Y1331K， 规格是330匹法，耐压400伏，提供电气隔离控制信号、抑制噪声以及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的光电耦合器，适应型号 EL1019。来自成立于1983年，全球知名的 LED 生产企业台湾的亿光电子。这个光耦是亿光 EL10X 系列光电耦合器。这一部分电路为充电器的次级电路，初级和次级的隔离就是用的这一个白色的塑料片。次级同步整流器芯片，适应型号 SC3512，跟主控芯片一样，来自上海的南星半导体。这是一颗智能型同步整流器。内部集成了一个耐压60伏的功率 MOSFET， 可以代替肖特级二极管，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。芯片适时监测 MOSFET 的导通压降，使导通损耗最小化。极快的关断比较器和驱动电路，确保了内部 MOS 管的安全。该芯片支持高侧整流和低侧整流。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上面有小米的 logo 和深圳英吉星科技的 logo， 唯一一颗定制的私有协议芯片，没有相应的资料下载。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颗，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集铝电解电容、固态电容、超级电容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企业——广东肇庆绿宝石。这个电容规格是600微法，耐压16伏，属于绿宝石 CH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电流耐高温固态电容。充电器的输出 V-Bus 开关管，适应型号 3618A1， 来自成立于2012年，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的技术研究公司——深圳的微兆半导体。这是一颗耐压30伏、内部导阻 5.2 毫欧的 NMOS 开关管。这一颗白色贴片电阻 R005 为电流取样电阻，用于静电防护的顺态硬质二极管，适应型号 18W， 用了4颗，保护内部电路和芯片的安全。这是充电器的 USB-C 连接器，光滑细腻，没有毛刺，用于初级、次级隔离的一个白色塑料片，上面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，这里还有行家的标识，证明这个充电器是行家电子代工的。充电器的后盖壳体上面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，也有一个行家的标识。充电器的主壳体上面也有行家的标识，充电器主壳体上面的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。这一根随充电头附赠的数据线，它的测试数据我们上一期视频也是测出来了的，需要看的可以回到我前面一个评测视频去看一下。我们这一期视频把它拆开，让大家看一看它内部的用料。这是一根4安的数据线，我们先直接剪掉它的护套。做工好的数据线，它的外壳都是用的钢套进行保护。这个钢套上面还有厂家的钢印信息，用切割机把这上面的焊点全部都切割掉。取掉钢套以后，外面的胶都被切掉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线、充电线焊盘的位置全部有胶进行固定。这一头是空白的，这一边有一颗 eMark 芯片，这一颗 eMark 芯片适应型号 3216BA， 这个是小米家定制的一颗 eMark 芯片，在网上是找不到这一颗芯片的资料的。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线切开，给大家看看内部的线芯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横截面，难怪这个线的线阻这么高啊，里面的线都是非常细的。割开数据线的外皮，外面缠绕一层镀锡线作为屏蔽层来使用，这一层则是它的屏蔽铝箔。这个是数据线的凯夫拉抗拉纤维，这3根裸露的线材为它的电流传输的负极线，2根红线为正极线缆，中间4根彩色的线材为数据传输线缆。这是4根数据线缆的内部的线芯，每一根线芯内部都有抗拉纤维。这是正极电流传输线缆内部的线芯，内部也有抗拉纤维。这是负极电流传输的3根裸露的线缆，内部一样的有抗拉纤维。这就是小布丁里面自带的一根4安数据线缆内部所有的用料，做工好不好，大家说了算。这个小米小布丁45瓦氮化镓充电器拆解下来，经常看我的拆解视频的铁铁们应该看出来了啊，这不就是跟酷戴科20瓦的那一款19.9块的内部是一样的吗？除了内部一颗定制的芯片以外，
主芯片都是蓝芯的性价比方案，但是这个做工更好一点，两片主板 L 形态叠加，充电器的外观更加的精致，价格呢就是翻了几倍，换来的就是功率大了一丢丢，外观更加好看一点，值不值？老铁们，你们说了算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新粉关注走一波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